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你在生活中把我对你的关心照顾都看作了束缚，为什么不能成熟一点？像你那样的生活也太没有意思了，你不觉得自己心太细，事儿太多了吗？我只是三思后行，凡事多想想，遇事多注意。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现在跟你在一起，我一点也不觉得开心，我很累。你的细心让我累。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河北，助理；女嘉宾小雪，25岁，来自重庆，导游。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是旅游的时候认识的是吧？对，我去重庆跟他旅游。当时你的女朋友是你的导游是吧？对。然后呢？然后长得好看，所以我就心动了。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要回自己住的城市，对吧？既然是旅游，对。然后怎么去表达你对他的爱呢？就是每天手机沟通的比较方便，现在就是每天聊聊天啊，然后或者关心一下，然后再之后慢慢聊上来的啊。这段时间有多久啊？3个月，等于追求了3个月。差不多，然后就提出来说做我的女朋友，对，同意了。当时觉得他挺细心的，人不错。但是一个是在重庆，一个是在河北，对吗？对，是异地恋是吧？对，有时候他旅游不是那么旅游淡季的时候会过来。两个人谈了多久？1年多。这又是异地恋，又不在一起，等于你工作闲的时候就到河北嘛。是吧？对，这个状态怎么会有小片里说的？哎呀，你太细心了，又这样又那样，你受不了了，又不快乐了，怎么了？就是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因为我本来是重庆人，我吃的稍微有点辣，有点油，他就觉得我吃的太辣太油。大家一起吃饭，他非得拿白开水，把好好的菜，他得涮得特别干净了再吃。你说咱们一大桌子人呢，看着特别的不好。不是，他是给每个人清水涮锅，还是只给自己涮？给自己。他那个菜太油腻了，再者说外面你也不光是这样好吗？咱们就我吃一个小龙虾，您知道吗？他可以拿个本儿记我吃1条，他给我减1个小时寿命。不是你真拿个本儿记啊？他不光吃龙虾，吃垃圾食品或者是做一些危险运动，但凡我觉得对身体健康不好的，我怎么做危险运动了？我不就玩一个过山车，玩一个那个对心脏刺激有多大？可是咱们玩别的不行吗？不玩就算了，你还诅咒我。什么叫诅咒你啊？你说他不陪我，不搭男人一点，没关系，我已经坐上车了。这么一大车人呢，我就是不想让他坐。他能说什么？小雪，你再不下来，万一待会儿出事儿了，你没了我怎么办呢？我的天哪！那么大一车人，你这样说，我不想让你坐那个太危险。人的心跳是有次数的，你这个时候你心跳加速用了以后，你人的心跳有多少次数啊？有多少次数？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说，那你不知道你在那儿瞎叨叨。去唱个 KTV 是吧？家喝酒你干嘛？你拿个保温杯泡一些枸杞茶，你知道你自己像什么吗？你活成了比咱大100岁的人，就像宫廷里的第2种男人。不是，第1种男人是皇上，第2种男人是我在重庆偶尔玩一下游戏，就非得视频我。你今天做眼保健操了吗？你做眼保健操对眼睛有好处的，不管你是从小还是到老。那我不做眼保健操，你看我眼睛大大的，我有近视吗？你做眼保健操，你的眼镜还戴着呢，你。失去了才知道要珍惜，做了能恢复吗？多少能觉得眼睛舒服一些。他在重庆，你监督他做是盯着手机看，让他做。对，微信开视频。这是每天都要干的事儿吗？他每天都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是他连着发了几条朋友圈，比较晚的时候啊。这等于是说他夜里你发现他发朋友圈睡得晚的时候，你给他的一个信号，他睡得早的话，我就不会那个。人家不是为了让做眼保健操。大小姐，您12点钟睡，对您来说都是早睡了。那咱们现在年轻人都那个大概时间睡的，这就不构成矛盾嘛，就是关心嘛，生活方式不一样可调。但他太过了，您知道吗？他还强迫症呢。本来我就平时特别忙，到处飞，然后好不容易去看看他，到河北看他。你说咱们在一块儿，大家开开心心的不好吗？他能干嘛呀？又一起下个电梯，都已经走到电梯下面了，他能干嘛？
哎，小雪，我感觉我那个门我没锁，我得上去看看。去了之后下来，小雪，我感觉还是没锁好，我还得上去，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你跟猴一样。总没有错吧？谨慎没错，但是你过了，你明白吗？他不光是这样，您知道吗？他一天还疑神疑鬼的。你说你到外面去的时候，你坐在那个椅子上，你觉得椅子脏没问题，你拿张纸，我觉得你是干净卫生。在家里他怎么的？开卫生间的门把手的时候，他得干嘛？拿着那个纸给他卷一下，然后再开。我想问一下，你是觉得你脏呢，还是我脏呢？我不觉得咱们两个脏，但是我觉得咱们两个。但你那种做法就让我觉得。我觉得咱们两个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很重要。我不觉得这是卫生习惯，这是洁癖。这是干净。而且我跟你说，他在家里面，你知道怎么？人家就朋友发个朋友圈，没给他点赞。哎呀，我这朋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今天怎么没给我点赞呢？完了，他对我有意见。他前几天都点了，今天没有点。你不光是这样好吗？你就连你的领导，你都能想出很多问题出来。他领导给他发个微信。在吗？隔一阵子没有回答他，没想到人家领导就回来又发了一个，哎，没事了。像我们就觉得给领导打个电话，你问他在干嘛，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茶不思饭不想。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而且后来你知道吗？他上班回来告诉我，哎呀，没事儿，领导就问我几点开会，他忽然之间自己又想起来了。这没什么性格问题，这我觉得做事比较小心，比较谨慎嘛，你只能说这个嘛。太过了，真的太过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活得比较洒脱的人，我喜欢自由，不开心了直接说，然后有什么事儿打电话问。那你搞得那么神神兮兮的。从生活习惯到为人处事，你都觉得现在你的男朋友不合你的心，是吧？我觉得不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他分手的。这个问题过去谈过吗？之前我们两个靠手机联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后来在他过来陪我的时候，就他等于每次来看你的时候，发现你这些生活习惯了，对，冲突就越来越大，是吧？因为之前都你就暴露了呗。是暴露，不是人家也没干什么坏事，说人暴露了干嘛呀？强迫症啊，神神叨叨啊。你也别给人扣这帽子，那是个性格问题，所以就合不来。就合不来。提过分手吗？我跟他现在就冷战我都跟他说了，他说他要来参加这个爱情保卫战，我说去干嘛呀？我都跟你已经这样了，他说去吧。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也是个好方法。我跑来我就对着全国的观众，对着所有的老师，对着主持人您说一声，我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了，请他以后都不要给我发微信打电话，我对你没有感情了。这么狠啊？对。你生活里跟他说不就行了吗？我生活跟他说了，他给我发信息、打电话，不停的打，不停的发，我都说对啊，没有感觉。他说不，其实你还是爱我的，其实你真的自恋了。我只是觉得感情应该还是可以挽回的。不可以。生活习惯我慢慢改好不好？不。你给我点时间，我改行吗？不行。我问问啊，就姑娘，你一开始被这小伙子什么吸引了，就决定做他的女朋友？我不是那时候带队嘛，他刚好在我们车上，然后觉得他特别的细心。你说咱们那车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那么讲卫生，垃圾就往地上扔，然后呢，我看到他特别细心，把那纸捡起来就扔垃圾桶了。我就觉得他特别细心，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刚才话说的那么狠，为什么一说到当初为什么喜欢他，就一个很小的一个剪纸的举动，就让你有些动情呢？这是为什么呀？我就觉得女孩嘛，年龄到这儿了。不是25吗？才。但是在我们那边的话，女孩23、24，大概要结婚的年龄了。然后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我遇见了一个细心的男人，遇见了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可是我没有想到，从这些生活细节中，他不陪我坐过山车，就特别的不男人。然后我觉得他就不是我心目中想的那样了，我就觉得自己浪费了1年多的青春。不是，为什么不坐过山车就不男人了呢？他觉得我不勇敢啊！你知道他玩什么吗？他玩旋转木马。这也没什么呀，玩旋转木马，玩女孩玩的，玩套圈，玩小孩玩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坐过山车的女人都是男人喽？起码你能够看出一个人他勇不勇敢，能不能保护你。不，这女孩都需要人保护的。哎，你们经历过事儿吗？在现实生活里？现在社会治安比较好，没有经历过吗？所以你不能拿一过山车就判断他就不保护你嘛？哎，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特别欣赏你的女孩，就是
你跟他唱卡拉 OK 的时候带一杯枸杞茶，他喝完酒，你说哎，亲爱的喝点茶，让他觉得这个行为特别暖心。你找个这样的女生多好啊！最开始我是觉得她活泼，然后能把我带的也活泼一点啊。后来怎么了？后来她对我越发不满意。哦，纠缠是吧？也不算纠缠。今天来这儿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姑娘已经提出分手了，你不愿意分，所以来这儿是要挽留这段感情的，是这意思吧？也想各位导师劝解劝解她，或者给我提提意见，然后我再做修改。这就听明白了，一个已经定心想走，一个还想挽留，这段要不要挽留？如果要挽留，怎么挽留？即使分开，应该怎么处理好这段曾经的爱？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人有一点是共通的吗？你们从今天的穿着，到给到我们的直观感受，再到你们喜好的东西，你们对于一张照片的理解，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看起来年龄相仿，但实际上心理年龄相差不止30岁。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错。他说你有强迫症，这个强迫症不是医学上的概念，而是你强迫自己按照自己的规则做的事情，同样也强迫他。我为什么吃一个龙虾就要减瘦1个小时？这科学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我跟你说我不吃龙虾我会不开心，吃了以后我就会笑，所以我笑一笑10年少，我是不是会更年轻？所以人最重要的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意。你现在给到女生的感受是你让她不舒服了，她没有办法继续跟你下去，让这个女生离开，因为你们并不合适，性格不合占分手概率的80%，而你们恰恰是这80%当中的一员。给你的建议，你今天来就听老师的建议，我给到你就是分手。女生，接下来说你，我不知道你在哭什么，但是我不喜欢你今天在舞台上的状态。什么叫宫廷里的第2种男人？说谁呢？这是，关键是他说完了你还笑，你笑什么呢？无奈。如果是任何一个男人听到这样的话，基本上都是愤怒的，包括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也不会太高兴，所以这个女人不可能嫁得到你们家里门去了。已经，她既然这样判断，你还跟在她后面摇尾乞怜，哎呀，我觉得你还是爱我的，你有意思？你的感情一点都没有意思。这个女生，你可以提出分手，你也可以今天在舞台上跟我们讲述你们之间的种种你的不满，但是我希望你有礼貌。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来，陆琪老师啊。哎呀，小雪，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勇敢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啊，我不坐过山车，我也不敢去蹦极，但是我救过火，我也见义勇为过。我认为我是个很勇敢的人，但是我真不敢做那些事儿。我觉得过山车也好，蹦极也好，那是追求刺激。勇敢是逆流而上，追千万人而无往矣，这叫勇敢。追求刺激是我内心希望让我肾上腺素在某一个瞬间达到一个峰值，是我身体的一种变化。勇敢不是，勇敢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不是说他勇敢或者不勇敢，我只是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去界定一个人，那是错的啊！这个错误不能传递到电视机前的那些人那边去。然后你刚才在那边说我们是不是90后？90后是一代人，不是一种人。90后因为家庭里面的行为习得不同，90后因为自己的文化系统不同，90后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同，它就是不一样的。那我见过好多那个90后就喝枸杞养生的特别多，我公司里面3、4个女生就合买一个那种什么养生壶在那边，每天又煮那种什么银耳莲子什么的，也挺好，也都90后。所以他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里面有各种各样有不同的生活观的人，最终还是那句，不要伤人，大家都是好。
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沙娜老师，小李小。但是一桌子人看得很吓人的。看了吓人，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给你丢人了是吗？我觉得他是我的男朋友，就不应该这样。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你从心底瞧不起你的男朋友啊。你觉得你压根就不认同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可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他的爱人眼里应该是觉得理解和接受的。最基本的这一点你都不理解不接受，你觉得对他而言你有什么爱吗？他尊重你，你可以吃油的，你可以吃小龙虾，但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你，这可能对于身体的健康不太好。他没有阻止你，他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你的菜也给涮干净再让你吃，这是他对你的尊重，可是你对他不尊重。所以今天你已经很大方的说出要分手，那就干脆分手。对男生来说也一样，一个对你不尊重的女生，一个跟你说不喜欢你，请你不要再打扰她的女生，那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做的爷们儿一点，就从此不打扰。最后说一句，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真正的爱情是荷尔蒙消退之后的平凡，这种平凡里面有完美和不完美，不论你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我们都能协同作战，我能接受一切。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张大老师。胡老师，一直以来，很多人的分手原因都是4个字：性格不合。其实这个理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谎言，没有什么性格合不合，只有爱不爱。你能举出多少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的例子，我就能举出多少性格不合却因为爱、因为尊重，跨越了性格不合而走在一起的例子。当你在舞台上用那样的眼神、用那样的语言方式去说他怎么不男人，怎么活得太精致，怎么宫廷中的第2男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嫌弃他。我看不出你有多爱他，甚至今天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所有的表现其实是与爱无关的。你很多话语的潜台词都是在告诉大家，我是洒脱的90后，而你已经老了，你在限制我，你在给我丢人，你在让我在生活当中有束缚感。你扪心自问，你有多爱？我只是觉得他做的太过了。他做的太过也好，还是说他太挑剔也好，他伤害你了吗？你说在朋友大家一起聚会，他不吃辣的，你可以点一点清淡的东西，我也没说咱们一桌菜必须点辣的。这件事应该你来做，帮他点清淡。我都跟他说了，我也不知道。那你跟他去做呀。一堆朋友在一起吃饭，每个人众口难调，每个人有各自的习惯，自己去选择有什么错误呢？但大家一桌人，他一个人拿着菜在那儿涮，
人家看了会觉得。我就经常做这样的事儿。我有一段时间我胃不好，我就专门拿了一个盆在那儿涮，但我又想吃，我又吃不得辣，于是我就在那儿涮，周围的人还帮我去倒水呢。你那是胃上有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生病。你不管是生不生病，他吃不了嘛，但是他吃不了，依然坚持在那儿吃，这就是一种尊重。我甚至可以走啊，我吃不了，我不舒服，我可以不吃，我走可以吧？但他没有走，他选择留在那儿，陪着你。在 KTV 包房，很多东西啤酒他不吃，因为不是我的习惯，所以我带了一杯枸杞去，我要陪着你。这不是尊重吗？他年龄又不大，他90后才25岁。你管他年龄大不大，我就喜欢这样。岁数很大一样啊。谁让你找了这样的人呢？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所以我就来跟他分手。你说这人他不给他说的那么不好的时候，他就一天到晚缠着你。我现在就要这样跟他说，我不跟他在一起。所以刚才3位老师说的话全都白说，说不要伤人。很多在台下能分手的人，下了决心是一定分得了。为什么要闹到这儿来，还抱着一点点希望？又来的是他，不是我。你不来了吗？腿不是长在你脚上吗？整场表现下来，其实大家更看不惯的，恰恰是你。怎么着？你今天还要求他回家？就在今天这个舞台上，他对你的表现，你是不是应该男人一回？你是不是应该过回自己的生活？挽回自己的自尊。他如果能男人，我就给他点赞。你基本上是不懂得尊重人的。我们在这儿交流，我们在这儿让他做选择，你最后你还要补一刀。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无论他是刻意的在这儿激将你也好，还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也好，在这段感情当中，你都没有自我。谢谢涂老师。你知道该怎么做。谢谢涂老师。你的生活习惯你可以一直保留，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尊重你、爱你，就是从尊重你的生活习惯开始，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女生那个逻辑是非常坚固的，就是说我是来跟他分手的，所以我这么说他，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张了，行为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语言描述的时候是夸张的，人在那个情绪当中是会夸张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老师们说的特别好，是你未来生活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咱们就说的叫基本教养。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基本教养不够，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今天对他的判定就是急于想分手的一个女生，加上一个火爆的性格和日常的这种交流方式，总体集成就变成你今天在舞台上面大概大家都不太喜欢你的一个原因，因为话语的攻击性太强了。但是不代表说这是一个坏人。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男生的行为现在是很多男生或者女生都会做的，一方要分手，一方就那么黏着。我们看都是说这个有什么，你分了不就完了吗？但是其实谈过恋爱的人，为一段爱情付出的人都知道，我舍不得，我就想拽着，哪怕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我都需要拉着他，是不是这感觉？是。所以今天我想，女生这个做法是在这个舞台上面你这么去做叫极端了。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生活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刺激他，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分手，觉得都没问题。所以归根其底就是两个孩子嘛，他们谈了一场恋爱，在这个恋爱当中，双方对彼此的习惯并不接受，并不认可。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特别有尊严的就抬起头说，谢谢你曾经陪过我，转身就走了。这是给对方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余地。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说，反正总之，生活习惯我可以慢慢改，然后我们能不能像两个齿轮一样互相磨合一下？你为我做一点改变，我为你做一点改变，再进行尝试一下，可以吗？我为刚刚说的那些话向你道歉，就像
赵老师说的，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我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因为不光是生活中的这些习惯，还有就是咱俩离得太远了。对不起。好，谢谢两位哈，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男生今天会怎么做。请开门。来，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是挺一贯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做事坚持嘛，我跟你说，你的好多习惯，可能有的女生特别喜欢的，去找那个喜欢你这种习惯的人和你所拥有的这种生活态度人在一起生活，你会很开心的，你知道吗？不用这么累啊。有话要说吗？可能我还是觉得原因更多在我身上吧，我没有太体谅别人。嗨，谁谈个恋爱不失败啊？人是特别好的人，你和这姑娘都是挺好的人，回去好好生活啊，再找一个女朋友吧。当然这段画个句号再说啊。谢谢你，请回。我俩认识快2年了，本来我们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但他现在对我很自私，我觉得他不爱我。他是我最认真对待的一段感情，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满足。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一直在原地踏步，从我们聊到结婚这件事开始，他就变了。我跟他该吵的也吵了，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他现在很矫情，本来我们的感情都挺美好的，他就总是逼我。我希望他能冷静冷静，让我们恢复从前的状态。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胡先生28岁，来自河南，声乐老师；小玲28岁，来自山西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一个河南，一个山西，现在到底在哪儿生活呀？在北京。哦，在北京生活啊？对，在北京。在哪儿认识的呀？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北京的朋友生日聚会上啊？对。那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儿啊？大概现在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快2年左右了。哦，都快2年了。对。今天谁要来的呢？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其实关系挺好的，他也挺迁就我的。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思考的挺多的，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去发展。我想着结婚左右嘛，因为我们年龄也就大了嘛。但是我只要跟他提有关结婚这方面的事情，他就特别生气，反应就会特别大。为啥？我觉得结婚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然后我觉得我们不是严肃也不至于发脾气啊。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规划，我们是要结婚，但不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成熟，我觉得可能2、3年之后。是等时间呢，还是等时机？这是2件事啊。等我变得更优秀，我的财务可以更自由的情况下。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还不能结婚的？说白了不就这意思吗？对，我觉得我现在结婚的话，可能会让他跟着我受苦。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之后，然后再给他一个美满的生活。他老是就是拿这一套理论来说我。后来就是我想一下，就是他父母肯定也不是这么想的，肯定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幸福的家庭嘛。我跟他提过见父母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否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肯定是要见下父母的，而且又是大过年的，再等一个过年都3年了都。然后我就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买了票，然后去他老家。我的意思说跟他父母就见一下面嘛。我本来以为他父母是知道我的，最起码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是这样的。但是我挑了好多礼物啊，大过年的我跑到他家的时候，他父母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就搞得我特别尴尬。你进门是怎么说的？就是那个叔叔阿姨好，对，你找谁是吧？对对对。通常会问你找谁是吧？对对对，叔叔阿姨好，我是那个小胡的女朋友。
他帮我说真是这样啊。然后我就特别尴尬，然后只说啊，过年就是回家路过。他不在家吗？他没有在，因为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去。他又说工作特别忙，没时间，这个那个。对。等于你私底下偷偷的未经他允许就拜访他父母。对。你发现他父母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是这意思吗？对。后来那我就是只能说，哎，阿姨，那个我就是回家顺便路过，这个礼物您收一下，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扰了，我就走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实在是越想越生气这个事情，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你怎么能对父母上面还保密呢？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我跟他打电话，我说怎么样，然后他比我还生气，哎呀，你为什么去我家呀？没跟我说，就是这条理论。然后我大过年的，我一个女孩子，我拎着行李箱，我四处的去找酒店，我不是正常反应，不是应该马上打电话回家说这是我的女朋友，你们好好招待一下吗？打了吗？没有打，因为当时他在就是比较晚的时候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然后我本来计划着是我们两个都准备好了之后，让我父母感觉就是对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就是第一眼就认可，我想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没想到是一种就好像半路杀出程咬金来着，就是这种，然后突然就来了，然后左岩老师去了叫半路杀出程咬金啊，我觉得他去不叫啊，我觉得很唐突，对不对？但是女生这件事儿，你做的确实，咱上赶子不是买卖呀。然后我就是真的很生气嘛，然后我就买了票，然后回我家。他打电话给我嘛，然后我说那既然是这样，我已经跟我父母提过了，因为我很敞亮我对他我这个感情。后来我就跟父母已经提过他了，我已经包装好他了，你知道吗？但是对，我说那你就来我家拜访一下的嘛，我已经做了退让了，可是他还是不行。就是说，我可以不去你们家，你来我们家是这意思？对。去了吗？后来？他没去，他还是没去。在我的观念中，见父母就是已经是要把这个婚姻提上日程的时候。如果我没准备好，就感觉很尴尬。对。而且我不敢保证，就是说，万一他父母不喜欢我，那我们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你事实都变化了嘛，他都已经去了，你就安排嘛。想让去看看他父母，你这个真是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欠妥，但是你这解释我觉得也差点意思啊。对。等于女生特别急着要嫁给他。对，我想稳定一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那这个春节等于都没过好呗？没有。但是我事后就是跟他好多次道歉，然后哄他，我就是不想因为这些事儿，然后去影响他的心情嘛。其实我也很在乎就是他的感受。有一段时间白天我是在培训中心上课。我就想在空余时间去接一些私人的演出，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可不可以？然后结果当时他也很感动，也很理解，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买房，然后给我们未来有一个交代。他说就是我们以后有了房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未来嘛。然后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嘛。然后他肯定说要多加班多赚一些钱嘛，我又不能说不行，我说行，那你去吧。但是我点头答应是一回事儿，但是他办起来他又是一回事儿。就他自从加班之后，我一个星期见到他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特忙。对。真在忙是吗？对，后来我也觉得他真的在那么忙嘛。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自己主动一下，我就去看一下他嘛。后来我就跑到他公司，但是我发觉我只要去到他公司，他就很不开心。为啥？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就是我在工作中正投入的时候，尤其是做艺术，就是很不喜欢被人打扰。而且您那是培训机构不是？对，培训机构。教什么呀？但是我们教声乐，美声。下了课不就没事了吗？对吧？我们也会准备很多演出，其实也是要消耗很大的心思。不是，那也没啥呀。你喜欢你爱你的人，你爱的人来看你，应该很高兴啊，刺激你的创作欲啊。我理解是这样。但是有几次他来，就是他一进培训中心的门儿，然后他整个脸都是拉下来的，然后他直接就过来就对我就一顿质疑，然后一顿什么一顿质疑？那这确明了我的想法，他是对的。你根本就是在公司里面对我身份进行保密的，而且我拉这里也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老是挑对你好的说呀？那你为什么不说我大老远的去看他，然后我给他发信息，他说他忙，
我中午发吃了嘛，晚上才回我信息。你那么忙，你多忙啊你得。然后我进去看他的时候，他大老远跟他那个上司在那弹钢琴，在那笑，开心的不行啊！我大老远我都隔着玻璃我都能看见你俩在那块笑，啊，那大白牙真的是我就服了。大白牙真的是。但是我们美声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钢伴，然后一个美声人声在唱，两个人配合。但是这个唱歌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工作唱的，我们不是随便唱，就是情歌呀、爱歌呀。女朋友来了，那女朋友不高兴了，误会了，赔个笑脸说：“哎，我们俩在准备晚上的排练，这是我女朋友啊，没事了。”是啊。你当时啥反应啊？我很难说当时的那个反应，因为他的态度。他对我很多的质疑，然后被很多同事看到了。我的上司也因为这个事情就跟我聊了好多，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把个人问题带到工作单位上来？你去了说啥了？我就在门口，我就挺不开心的，我就问他谁呀，什么什么的，他挺反感这个事情，他扭头他就回去了，你知道吗？对你也是挺傻的，你回去再问吧，你非在公开场合问干嘛？对，后来我也没有多说，我忍一口气我就走了。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他说是不允许，说公司规定。我就说这什么年代了，就感觉真是欺负我不懂似的。那我就打电话就给他女上司，我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后来我就问的时候，人家是说公司压根就没有这种规定。你说你老是说你工作忙，你把私人感情挂在工作上面，我也很没面子跟着你，你知道吗？我也挺丢人，我在那个玻璃后头，真的。现在我听明白了，等于那次的事件之后，女生又跟男生提出要结婚是吧？你的理由是单位不让结婚，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啊，你们单位真有这规定吗？是这样的，就是单位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几个开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共识，因为我们培训中心刚成立不久，2、3年之后。等这个培训中心稳定了之后，然后大家就是才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只是旁敲侧击的提了一下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当时的观点也是很偏向于这个的，所以我就，另一方面也是招架不住他平时就是好多次这样就是说提结婚，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夸大了一点儿。哦。所以其实这傻姑娘还亲自去求证了一下，是吧？电话里。对，我就想戳穿她的谎言。其实这谎言戳穿了怎么着啊？我就是挺生气，其实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为了让她更在意我一些嘛，然后我就约了好多朋友在一起，酒吧呀一起去玩。为了气她，我还发那个照片给她。其实这个我就很不能忍受，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俩一开始都是比较保守的人，从不踏进酒吧半步。然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他经常都是玩到半夜2、3点，更甚至他每次都会把照片发给我，然后这就让我就是很崩溃，然后心里也真的很不是滋味儿。后来就是我在酒吧嘛，他打电话过来，他说你回来吧。我说那你过来接我嘛，对吧？这才有道歉的样子嘛。然后他就来了，他真来了，我就在里面，我跟朋友说，哎，我男朋友过来接我啊，然后我等一下要先走，我就在里面等他，我等那么长时间，人家不过来，等一下电话过来，他说你出来，我到门口了。我一听，什么东西？你过来接人，你肯定要接上我，然后你才走的嘛。你在门口，你出来啊！这像什么话？他就又把我扔下，他自己又走了。是他把我拉黑了。那我让你进来接，那你过来接我吗？我们认识不止1天2天了，他也知道我从不踏进酒吧半步。然后除此之外，他对我发脾气，电话里发脾气，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不是，咱在这儿争这个对错有什么用呢？就是2个恋人之间争对错有什么用呢？是我感觉。咱们回到焦点嘛，女生想结婚嘛，男生现在还不想结婚，是还是不是嘛？是。那这个酒吧事件之后，这个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状态到底在哪个维度上了呢？那件事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挺愧疚的。我觉得我当时自己走是不对，我就想跟他坐下来心平气和谈一下我们的未来。其实我总结了之前经历过这么多不好的事儿，其实他是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环境。然后我就想就是改变一下我们的情感，然后我就跟他试着提，我们要不出国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换一个环境，然后他再也不会就是因为女上司而吃醋。不是谁跟谁出国？我们俩2个人出国，就舍弃一切烦恼，然后我们出国发展一段时间，感情重归于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我这脑子跟不上了啊！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好了，就到了国外就又好了呢？是吧？就因为换一个新环境嘛。是去国外结婚吗？不。你看，我跟他说了，我说去国外也成，
我工作辞了，跟着你去国外了啊，然后你又把我扔下了，咋整？我说最起码不结婚订个婚就行吧。停，我现在有点晕乎啊。到国外跟你们俩的这个情感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的事儿，我既能就是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就是给他一个新环境。不是人家因为老环境，人家就要结婚。结婚，我觉得情感跟结婚本来就是两码事嘛。情感上升到一定层次，他才可以结婚。你们俩现在情感没有上升到结婚那个层次，对还是不对？对，我觉得他可以完全按照我计划的节奏，然后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哎，你说了一个我感触最深的。这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你发现了吗？我需要这样，我才能娶你，这是男生说的。女生也在自说自话。我们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我就是以结婚目的谈恋爱的。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跟我结婚就不行，我就想出各种法子来向你逼婚。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你们确定这个没提结婚之前，你们的恋爱谈得特好吗？对，只要不提结婚这个事儿，就是啥都好说。那就别结了吧。那人家们都结婚了，而且就朋友们孩子都好几岁了，你说我到这个年龄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玩玩闹闹，不涉及正事儿，我们都行。但凡想在生活里面稍微走扎实一点点，我们就会闹起来，是这意思吧？对，是不是这意思？对，你们听老师们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先来讲两个概念啊，私域和公域。私域，私人领域。什么是私人领域？我们自己生活的私人环境，包括我们和父母的亲密关系，我们和朋友的亲密关系，这个叫私域，私人领域。这个领域里，他不可以进来，你的门是关起来的。公域，公共领域，你的工作单位、你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他不可以进来。它进来影响你的艺术创作。可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只要我们不是大明星，无论是私域还是公域，我们都是把门打开，邀请我们的爱人和伴侣走进我们的空间。你是偶像吗？不是。你是艺人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关在门外？你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叫我，一句话里可以出现4个。在我的观念中，我觉得我要去拜访他的父母，要让他们喜欢我，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核心和前提的，这是掠夺性的感情。他不让你进，我就硬闯，我自个儿提着大包小包，我去他们家。人家拜访父母是要2口子一起拎着东西，在双方父母都知晓的情况下，那个叫拜访家长。你不叫，你是硬闯进去的。他的工作环境你也硬闯啊，你可以单独的和他的上司进行对话和交流，你可以站在他的大门口大呼小叫的说那是谁，你的方式方法不对。包括最后你在酒吧，那是恶性循环的报复行为，你不是在报复他，你是在报复你自己，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刚刚赵生老师讲的，上赶着不是买卖。而且男生，我想跟你讲的是，咱说实话，咱不想结婚，咱就说咱现在不想结婚。你不要一会儿跟我拿音乐说事儿，一会儿拿艺术说事儿，一会儿拿我们公司规定说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好好说。我现在就不想结婚，不光是不想娶你，其他人我可能也不想娶。实话实说，不要吊着他。作为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要讲实话。不管是将来还继续和这个女生谈恋爱，还是和其他女生谈恋爱，第一，要跟人家说真话；第二，要给人家名分，让人家进入到你的私人领域和你的公共领域。好。对于女生，我明确地告诉你，她目前或者未来几年之内都不一定会娶你。他给你的期限是等我变优秀了，等我准备好了。我什么时候能变优秀？我如果40岁都没有准备好呢？你会等到他40岁吗？我不会。所以你现在自己做决定，你要么就跟他继续处，你们俩就这么谈恋爱没问题。你要想结婚，就换个人。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谈恋爱和一个人
是什么？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婚姻是责任，但是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我认为在你们俩的情感当中，我不能说没有爱情，可能某个层面是有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就像男生说的，没有上升成为他愿意去负责任。我特别赞成两位老师说的，你要直接告诉他，我们互相陪伴，在这个年龄段，我在发展事业，我还想留学，我不想对你负责任。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女生和你志同道合，和你情投意合，她说咱俩结婚吧，我不认为你会说，哎呀，对不起，我还没有功成名就，我不能娶你。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男生对女生的感情不足以谈到责任这个高度。所以给男生的建议是直面内心，直面他，要告诉他你心中真实的感受。好，女生，我觉得其实你跟他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区别，太过功利的想要结婚的心态，我认为也不适于进入婚姻。婚姻是水到渠成，是相爱才走在一起。我希望女生也好好想一想，对于自己只是因为时间久了、年龄大了想要结婚的心态，该做如何调整？不是一路人，不要强求进一家门。这是送给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各自幸福。谢谢。你的父母见了他面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有点冒失，然后给他们就感觉就稍微有点惊吓的感觉。你向他们解释了没有？我解释了，我想晚一点带女孩去见他们，但是我没想到女孩这么早去，然后这些都跟父母说了。你的上司和你的同事怎么谈论他？我的上司就说，怎么你女朋友这么着急催着你啊？然后她漂亮吗？她漂亮。她的性格是你喜欢的？她的性格一开始我是非常喜欢她的性格。说现在。现在有一点犹豫。犹豫的是什么？是这种性格你是不喜欢的？犹豫就是总是极端的做出一些事儿。你心里其实已经开始不能接受她了。尤其是他的性格，但却不明白地说出来，还以音乐、工作等等来说事儿，不愿意跟他结婚。我觉得我说的音乐这些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你刚才就以一点就拆穿了你们是撒谎吗？你们的公司没有规定说不允许你结婚吗？是你夸大其词吗？对。他去你家，你把他藏起来，你生气。他去你的单位。跟你争吵，你觉得丢人，去接他。你说酒吧那种地方，我绝对不会进去。然后你又一个人回去，反正种种迹象表明，我认为你是觉得这个女朋友是拿不出手的，是给你丢人的。但她确实很漂亮。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她除了在长相上符合你的标准。他所有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没有修养的行为，是还是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说他刚才做的这些事情你都不能接受呢？为什么进到了酒吧门口你不能把他接出来呢？你不怕他出事吗？我当时走其实也是完全被他气到了。即便是他到了你家去是很唐突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也是置他的失落、安危于不顾。没有叫任何人在那个城市接待他，所以从种种情况来看，我都认为你在藏着他，不想告诉全世界我有这么一个女朋友。我拜托你坦诚一点行不行？你不想结婚你就直接说，选择开始和选择分手都是每个人自由权利，你干嘛要把这个拿来说事儿，那个拿来说事儿呢？我直白怕直接就分手了。你直白怕直接就分手，但如果你不直白，倒让人种种猜疑。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我觉得他是看不上你。其实，而且你做的一些事儿确实让人也看不上。你好像在他身边处处都跟人说，哎，这是我的男人，我们都要结婚了。你用种种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贴标签，希望尽可能的把自己推销出去，结果到头来更没有分量。你完全可以找一个珍惜你的、把你看重一点的男人，
一个把你东躲西藏的一个男人，你又何必去处处跟他扯上关系？告诉大家，我们是情侣。你这样的话只会让他更瞧不起你。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反正我今天是不会出来。就这样。女生就一个建议啊，别再那么极端了。嗯。那么极端其实把自己整个的东西全都拉低了，不那么干。男生，这老师们说的特对，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能结婚就是能结婚，不能结婚，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陪伴。我跟你说清楚，其实大家恨你的就恨你在你不坦诚，勇敢一点。男生和女生都是一样的，就一个问题。我真的爱他吗？我真的跟他愿意往前走吗？还是说他只是我阶段性的一个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如果是这样，谢谢彼此嘛，去留学去嘛，找一个愿意娶你的男人，并且真爱你的男人嫁了，不就得了吗？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最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发生了，然后其实咱俩也互相伤害的挺深的。我就觉得，咱俩可不可以就是先抽离出这段感情，就仔细想一想，然后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合适在一起？我觉得情感和婚姻它还是不是一样的，就像盖大楼一样，要有一定的基础。我懂了，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很在意时间。21岁到23岁我可以陪你谈恋爱，但是25岁到27岁我不行，对不起。嗨，别说那么伤感的话，其实没人说你们对错嘛。你就要结婚，你就找一个愿意娶你的人嫁就好了。你没有办法娶她，那你就跟她说对不起，我娶不了你了。好，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来嘛。有啥跟人说的吗？他就这样走了，我真的很难受。我还会争取。行了，按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吧。